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眼中闪烁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光芒，看见塔主时迫不及待的道：尊兄，我们终于突破大道之境了。丹神塔塔主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仿佛多年来的辛勤耕耘终于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一般。好，这太好了。丹神塔塔主的声音里充满了真诚的赞许。然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皇尊上的功劳，要不是他给予神之资源，恐怕他们还一直止步半道神境界，根本不可能会迈向大道主神领域。旋即，丹神塔塔主的目光转向神皇尊上，眼中满是感激之情。尊上，这一切都是您的功劳，太化能够与你相识，真是深感荣幸啊。神皇尊上则是挥手一笑，那笑容中透露出一股王者的气度和从容。你我皆是万界主战力之一，我身为皇国之主，所能给予的不过是一个资源的平台，至于他们能否吸收炼化，则要看各自的天赋了。不过所幸他们的天赋异禀，并没有让我们失望。这番话让在场的每一位强者都感受到了神皇尊上的胸怀与智慧，他身影在这片天地间显得更加高大，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天花板级别，一个让无数神奇强者敬仰的恐怖存在。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的脸上都写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期待，他们如今已经突破大道之境，那么他们就能够在大道之境中走得更高更远，而大道只是他们征途中的一个里程碑，更多的辉煌还在等待着他们去创造。这就是突破大道之境后所带来的一种自信。塔主师父，塔主前辈。萧炎、灵动、沐尘以及花仙子对着丹神塔塔主拱手恭敬地打起了招呼，而丹神塔塔主也在这4人的身上打量了一番，从他们的气息上可以感受到，相比起10年之前，他们的大道修为似乎变得更加高深莫测了一些。你们也突破了。见到在这10年间，他们就有了对大道更深的领悟，丹神塔塔主的内心中甚是欣慰。要知道，实力达到大道之境后，想要提升一个小境界都非常之艰难。然而，他们的变态天赋直接打破了原有的突破时间，展示出了他们传承者的强大以及花仙血脉的恐怖之处。侥幸突破，萧炎、灵动、沐尘和花仙子云云他们一脸谦虚地笑道：当然，这也并非轻松得以突破，在这10年的时间里，他们可是受尽了煎熬，但他们身负艰巨的责任，他们不能停下来，必须坚持下去。他们靠着自己强大的天赋和意志力，终于得到了圆满的一个提升突破。花仙子，你对花仙血脉力量的掌控似乎真的提升了。这时圣花殿殿主见到云云的身影，便是立刻的闪现在了其身旁，然后招呼道：殿主。花仙子云云也是点点头，虽然自己这些年没有回去圣花殿，但是她也一直与圣花殿殿主有着联系，所以花仙子这10年在皇国中修炼之事，圣花殿殿主也是知晓。圣花殿殿主这些年也一直没有忘记修炼，他也利用圣花殿中的所有资源，帮助自己对圣花之道的领悟。或许是大道沉寂的原因，导致他要差一个契机，而这个契机就是他今日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他的目的就是神藏中的大道机缘，只有寻得大道机缘，自己就能够拥有信心，领悟完整圣花之道，突破迈入大道主神的领域。萧炎、灵动、沐尘与塔主和神皇尊上招呼了一声后，便是将目光看向了神元宫的3位主母，还有另外3位他们熟悉的面孔。小辈萧炎、灵动、沐尘见过神元宫3位主母萧炎3人，对着神元宫的3大主母恭敬地招呼道，而后者们也是带着微笑看向如今的萧炎、灵动、沐尘3人。当初见面的时候，他们3人的实力也不过天位神，而现在他们居然已经在大道之境中又有了新的一个突破。看来那个预言果真不假，大纣的未来真的需要这些无上传承者来给予希望了。夭夭那倾国倾城的绝美容颜上浮现一抹对他们3人的一种肯定与认可之色。萧炎的目光再看向另外3位熟悉的身影，然后上前面带笑容客气的道：小荣兄、雨涵姐，还有吞吞前辈，我们好久不见了。萧炎弟弟，你这家伙的实力怎么这么快就在我们之上了？居然已经是一位大道主神级别的大能了，我可不服气，日后我一定会再次超越你。雨涵的性格倒是没有多少的改变，还是与当年相见时一样，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雨涵的外表也是有着微微变化，这个变化使得雨涵的容颜达到更高级的美貌，不输于她的2位母亲武瑶和苏有薇。萧炎弟弟，我也是一样，定会超越你。小龙洒然一笑，仿佛与他们交流时可以使得自己非常的放松。你们一定会超越我的，只不过现在我暂时领先你们而已。萧炎也是带着一丝戏谑之意笑道：哈哈，当年的萧炎小友如今能够站在万界的大道层次，说明你们就是天命之子，未来可期，成就非凡。吞吞身为他们的前辈，虽然修为没有他们现在高，但是阅历与看人的精确度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吞吞前辈过奖了萧炎挠了挠头，尴尬的一笑，自己的实力虽然已经远超他们，但是他并没有以高人一等的姿态，依旧与当年一样，这倒是让他们对萧炎他们有着更加的好感。最后
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的目光坚定地望向身着华贵长袍的元尊，他们行了一个深长的礼，声音中透着尊敬。元尊前辈，元尊的目光在三人身上缓缓扫过，仿佛能洞察他们的神魂深处，然后他缓缓开口，声音洪亮而有力：萧炎、林动、沐尘三位兄弟，许久不见，你们的修为已是大有提升啊。然而在这和谐的氛围中，萧炎、林动、沐尘的心中却生出一丝异样，因为眼前的元尊前辈总给他们一种说不出来的陌生感，仿佛与元尊前辈的应有熟悉已然淡去。他们微微蹙眉，但很快又释然，或许只是他们自己多虑了。元尊的目光如同炬火，照亮了万界前方的道路。他的目光从萧炎三人身上转移，看向万界的某个天际中。神藏即将降临万界，你们可要加油，争取属于自己的大道造化机缘，这里面应该有属于你们的最佳之物。他的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同时也透露出对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的一丝期待。萧炎三人对视一眼，他们能感受到元尊话语中的重量，那是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他们的考验。元尊前辈，我们就是为属于我们的最佳之物而来。三人齐声应是，声音中充满了决心与斗志。好，不愧是无上的传承者，你们的勇气与强大的意志让我看到了大纣的未来。元尊一笑，显然对萧炎、林动、沐尘三人都极其的看好，或许他对眼前这三人的了解程度甚至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万界之中也汇聚了无数来自上下两界的强者和神灵大能，他们身着异彩纷呈的战袍，手持璀璨夺目的法宝，眼中闪烁着对即将到来的神藏的渴望。然而在这人群中，萧炎的目光无意间地锁定着一位曾经在神脉会上夺得破厄毒元的那位男子。那男子身姿挺拔，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但那笑意之下却藏着锐不可挡的锋芒。与10年前相比，他的气息变得异常的强大，仿佛一头沉睡的巨龙已经在这期间苏醒，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恐怖威压。四周的万界强者们对这位男子也是投以敬畏的目光，他们知晓这位男子的修为必然是有了质的飞跃。萧炎心中暗自揣测，那位男子是否已经将破厄毒元的力量融合自身所修之道，突破了某种极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他能够感觉到在那位男子身边的空气因为他存在而变得更为活跃，并且散发着那股特殊的元素波动，就算是寻常的大道主神大能者都对那道特殊的元素波动感到一丝忌惮。不过那位男子强大与否并不是重点，最大的重点是那位男子是否与消失不见的小医仙有着一定的关系。而且萧炎也在这些人群中去探查小医仙的气息，然而却始终没有任何那道只属于小医仙的独特气息。但萧炎并不会放弃，他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小医仙的下落，即便是付出巨大的代价，他都会义无反顾，因为小医仙是他的红颜。然而元尊的目光刻意地在灭神府的那位暗黑魔物扫视了一下，并没有发现灭神府主的身影，但他没有感到意外，嘴角也是浮现一抹意味深长的幅度，似乎他已经为灭神府甚至这一次的神藏布下了一场局。在万界的所有强者神灵大能汇聚等待之时，太阳攀至天际的最高点，光芒炽烈却不再温暖，而是带着一股莫名的压力，压迫着诸神万界的每一方天地。同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气息，似是期待又似是紧张，仿佛每一粒尘埃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变革而颤抖，竟然引动了万界中的所有能量。难道是神藏要降临了吗？所有强者神灵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他们的目光凝视着那道没有温度的光芒。在万界的某个交汇处，那股不同寻常的波动越来越强烈，宛如海潮般汇聚，形成了一股浩瀚的不可见漩涡。但是这不可见的漩涡并非肉眼能够看到，而是只有神魂力量才能够感知它的存在。这股不可见的漩涡似乎有着自己的意志，它在旋转中不断吸收诸神万界中的能量，壮大自身的力量。随着它的壮大，整个天地间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无数强者神灵的眼神交汇，他们的眼神如同利剑般在虚空中交错，每个人都在寻找那能够引发自身变革的神藏。就在此时，一道淡淡的光芒突然出现在万界遥远的天际中，它不似太阳的光辉那般耀眼夺目，也不像星辰的余晖那样温柔细腻，而是一种深邃且神秘的光泽，预示着未知的浩瀚力量即将降临。那道光芒轻轻地扫过诸神万界，似乎在寻找着适合它的降临之地。光芒所过之处，空间空气都变得异常的扭曲，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道光芒下显得暗淡无光。在这一刻，所有的强者神灵大能在同一时间屏息，所有的声音，所有的色彩都被这一道光芒所掩盖。